密集互动。近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度公开就其访华计划放风，还表示美国需要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与中国做生意。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态称，要为中美关系注入稳定性。但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针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美国参议院又有新动作。 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展开对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随后他还将前往澳大利亚。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于当天抵达汤加，与汤加首相胡阿卡瓦梅利库就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举行了会谈，并出席美国驻汤加大使馆的开馆仪式。 布林肯此行是继5月以来再次访问南太岛国，但他表示，华盛顿对这一地区的兴趣并非源于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南太地区漠不关心，但随着近年来中国与南太岛国交往加深，美国与澳大利亚却坐不住了。 自去年以来，两国在这一地区动作频频，主要包括去年6月联合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与太平洋岛国的南太平洋伙伴框架。去年9月底，还在华盛顿召开了美国与太平洋岛国首次峰会。We have no objection to the investments by or engagements by any other country, including China. On the contrary, if it's done in a productive way. If it really is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people. 自6月结束访华行程后，布林肯在多个场合谈及此访以及中美关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布林肯日前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正试图加强与中国的沟通渠道，为美中关系注入一些稳定性，以避免两个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之后，布林肯在科罗拉州参加阿彭斯安全论坛期间，再次表达了类似观点。It was important to us to put some stability back into this relationship, to put a floor under i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that we're clearly in doesn't veer into conflict, which would not be in our interest, not be in anyone's interest. And that starts with engagement. There's also a demand signal that is clear and powerful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demand signal on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we will each wor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cause it has an impact not just on our two countries, but literally on the entire world. We've heard that loudly and clearly, and we're acting on it. I think China is now trying to demonstrate that it's doing the same thing. So we've had detailed, intense conversations. 布林肯之后，美国财长耶伦、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已先后访华，而此前已多次表态期待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至今未有定期。 在过去5天内，雷蒙多2度谈及访华，称计划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但具体细节仍在敲定中。I do plan to travel later this summer. We're still finalizing a date and plans. At a high level, we need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wherever we can. We need to promote wherever we can, but we need to protect where we must. And I have a role to play in both of those. 具体而言，雷蒙多举例称，包括食品、娱乐、健康、美容等产业，由于不涉及所谓国家安全风险，还能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因此要在这些领域尽可能开展业务。他还特别提到，上海迪士尼正在爆炸式增长，星巴克几乎每天在中国新开1家店。 但话锋一转，雷蒙多强调，在人工智能、半导体、软硬件等领域，美国有必要与盟友合作，阻止中国获得相关技术。在他看来，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所谓投资美国。That lot of benefit to doing business where we can. Having said that, we have to protect what we must and be eyes wide open about the threats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in that respect, commerce is right at the center of that too. I'm of the view that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can do as America in our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to invest in America. 美国商务部长为美国内阁的重要成员之一，主要承担管理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任，并就所有与商业有关的事务担任美国总统的主要顾问。雷蒙多于2021年3月3号宣誓就职，在过去2年扮演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先锋角色，甚至被认为是中美经贸脱钩的主要推手。
有分析指出，雷蒙多访华行程一旦确认，鉴于其商务部长的身份，中美经贸是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美方在芯片等问题上持续对华施压的大背景下，中美势必将展开激烈交锋。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点的话，雷蒙多此行他肯定还是要寻求能够尽快恢复美中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渠道，因为当前比如说在军方之间的这个沟通机制还是没有能够恢复。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雷蒙多他作为商务部长呢，他肯定会去提及一些他的这样的一个职能范围之内的对华关切的事项。外界注意到，虽然美方高层一再表态中美关系要保持稳定性，但从近段时间以来，美方仍在中美关系上发出自相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寻求沟通，一方面对华打压遏制小动作不断。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显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收紧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禁止芯片制造商在未获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中国及其他相关客户出口芯片。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参议院当地时间25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要求美国企业向联邦机构通报对中国技术领域的投资情况，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半导体、卫星通信和量子计算等。据悉，与2021年提出的未能成为法律的修正案不同，新修正案要求对某些类型的境外投资进行通报，而不是审查或禁止，这将更具针对性。在美国当前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下，以及在拜登寻求连任的背景之下，其实拜登政府不太可能会轻易放弃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较为强硬的立场，也不太可能会改变就是他所设定的对华以竞争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政策立场。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相当大的情绪性与不确定性，因此美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放弃打压遏制中国的策略。这个时期，美方高层密集访华，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内政外交达成了相对的均衡，形成了窗口期。但这个窗口期不可能造成局势的根本改变，它只是战术上的修补。但未来的中美关系只要保证3个条件不出现，中美关系可以维护下去。一是双方不能犯战略性的错误，二是不要形成冷战那样的阵营性对抗，三是双方要承认对方的强大存在并与之共存。任何领域的合作都不可能会脱离中美关系大的环境。那如果拜登政府仍然是对中国采取这样的一种无理的打压措施，不断地去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的话，那么中美之间的合作是很难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面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他将在今年夏季晚些时候访华。那您认为他能成行吗？来中国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呢？梅西你好。一般而言啊，美国官员宣布到中国访问，基本上呢双方都商量差不多了，所以我认为啊，他的访华行程会成行的。目前呢在敲定访华的具体时间。况且雷蒙多访华这件事已经说了好几次了，他将成为继布林肯、耶伦、克里之后第4位访华的美国高官。那么按照他的说法呢，他到中国谈3件事：一呢是对华促销，向中国市场推销美国没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比如说咖啡啊、健康、美容产品、迪士尼等娱乐产品等等；二呢是保证美国先进技术不被中国获得，比如说半导体、人工智能、软件和硬件等，所谓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产品，也就是重申对华出口限令。3呢是通报美国技术创新投资，限制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对华投资。也就是说呢，他会进一步的向中国方面解释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低端产品进口不设限，先进技术领域方面呢不松口。这呢是拜登政府逐渐明确的对华经贸政策。中低端产品继续贸易，表明了美国是不想脱钩断链，也没法断链。而在先进技术领域设限，则是要降风险。那么和中国能谈出点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呢？看来呢也是比较难的。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地方，也许呢是美国可以在中阶段产品的进口上适当的降低关税，有利于减轻美国消费者负担和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当然呢，如果在关税方面有所调整，也算是没白走一趟。美国官员访问中国呢，往往是这个自说自话，然后呢什么也不做，我们呢也就不用抱太大的希望。
中美双方近期有一些接触，但似乎也只停留在了各自表明立场，并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那这样交往下去的后果会是什么呢？中美关系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情绪化，两国间从政府到民间都有较大的对抗意识。但好在呢，这个还在对话，还在争吵，经贸关系呢还没有脱钩。所以说呀，这个先进性沟通，哪怕是没有实质性进展，先把各自的诉求讲清楚了，也算不错。怕的呢是不相往来，连吵架的兴趣都没有，那呢就会陷入到这个新冷战。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两国各自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治演变，这个中美加强对话这个趋势呢，还是显现出来了。能吵架呢，就说明两国关系还有转换的余地，哪怕呢能稳定下来。去年这个美国对华以脱钩断链为主，但是今年呢转向去风险，这也算是有点进步。美国呢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鲁莽了。那么继续谈可能还会有所进展，这个两国呢都得有这个耐心。美国对华政策呢正在逐步的成型，包括3个方面：一呢是在先进技术领域会持续打压中国，限制中国，用科技遏制中国发展的手段会经常的使用，也难以改变；二是在中阶段经贸领域，这个美国知道无法和中国脱钩断链，那么就灵活的互通往来；三呢是在战略上孤立中国，像曾经对待日本那样把中国经济打入滞涨，美国呢是做不到的，他们也知道这一点，那么呢就在争吵中共存。而中国对美政策呢也基本上确定了，一是美国休想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包括在先进技术领域，中国将力争赶上和超越，会与其他国家合作创新；二是在日常的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中做到平等对等，尽可能呢双赢；三是中国呢一直在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不排斥美国的持续领先，也无意取代美国的地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呢是中国一贯的政策。所以呢，中国特别强调美方不要拿国强必霸的模板来镜像中国，不要用西方传统大国走过的轨迹来误判中国。那么对比中美对彼此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还是有对话的空间，有谈判的余地，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两国关系呢还是在磕磕碰碰中呢小步的前进，努力的避免新冷战。好的，谢谢。